美国海军派出了3艘航母前往中国周边海域，并搭载了45架 F-35隐身战机，而解放军则完全有能力对美军此番行为进行对等回应。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最近这2天，中国近海家门口可谓是动静不小。在青岛外海飘来飘去的那架不明飞行物疑似被击落，但这还不算完，紧随其后就传来了美军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出现在南海海域的消息，并且这一次还不是尼米兹号单枪匹马而来，除了携带打击群护航舰艇之外，尼米兹号航母还得到了另一艘小航母的助力，美国海军马金岛号2栖攻击舰。这艘2栖攻击舰经过美国海军特化改装，具备搭载 F-35B 垂直起降隐身战机进行作战的能力，最大载机数量为25架。因为搭载的是高标准战力的第5代隐身战机，所以这艘用2栖攻击舰的底子改造得来的小航母，比很多正儿八经的轻型航母战斗力都要强，也被美国海军称之为闪电航母。在美国海军这一大一小2艘航母驶入南海海域，并开始了一系列演练之后，驻日美军那边再次传来了令人关注的消息，美国海军部署在亚太的第3艘航母也开始行动了。按照美国海军的官方通报，派驻在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的美利坚号2栖攻击舰也已经开出了母港，准备进行新一轮的海上演练。与上面提到的马金岛号2栖攻击舰类似，美利坚号2栖攻击舰同样经过了闪电航母的特化升级改装，具备搭载20架 F-35B 隐身战机的实力。如此一来，算上南海的尼米兹号与马金岛号2舰，美国海军目前仅是在中国家门口海域就已经派出了合计3艘航母，拥有45架 F-35隐身战机的强大舰队。对于美军的此番举动，我国海军自然也有对应的回应举措。年初刚刚北上日本海、东进关岛海域，进行完大规模远洋实战演练的辽宁号航母，日前再度潜出至渤海海域亮相。相比较山东号航母而言，辽宁号航母是我国海军目前经验最丰富、战斗力最完善、舰员综合素质也最高的一艘经营航母。驻日美军第7舰队的美利坚号闪电航母，这才刚出横须贺还没南下，我国的辽宁号航母就已经在其可能的路线上以逸待劳。真要是中美2艘大小航母狭路相逢，那进行一番以武会友、和平切磋也是未尝不可。毕竟类似的事情之前就已经发生过。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舰长曾在返航之后公开表示，林肯号航母在辽宁号航母潜出演练期间，与辽宁号航母的歼15舰载战斗机有过空中接触，并对中国海军表现出的专业性表示了肯定。而在另一边的南海方向，美军尼米兹号航母与马金岛号闪电航母所在海域，我国海军同样也有新的消息传来。按照央视军事披露的最新消息，近日我国海军山东舰编队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实战化对抗演练。在央视披露的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山东号航母进行了昼夜多架次舰载战斗机连续起降作业。可以看出，山东号航母在经历多轮出海演练之后，在舰载战斗机编队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这件事上，已经是有了极大的能力提升，堪称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南海不同于我国周边其他海域，这是我国海军近些年来投入力度最大、建设速度最快，同时也是现如今实际掌控能力最强的一片海域。就按最近这2年来，美国海军过去几次进入南海的丑态百出来看，前脚是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南海摔了一架 F-35C 隐身舰载战斗机，后脚是美国海军的宝贝疙瘩海浪级核潜艇在南海海底撞山，仗着体量大才硬撑着没撞沉，勉强算是凭自身动力给开了回去。以上这些只是比较大的事儿，一些平日里经常发生的事儿更是整得美国海军头皮发麻。比如一进南海，立刻就被我军05C 护卫舰这种量大管饱的勤务舰盯梢监视，航母舰载机起飞演练，想要靠近中国领空，
遇到的不是我军南部战区的苏35战斗机，就是来自山东舰上的歼15舰载机对等回应。就算是美军航母的护航舰艇，在南海也讨不到便宜。已经接装4艘055大驱的南部战区海军，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美军任何主力舰挑衅，进行对等回应。055大驱的战力凌驾于美军现役的任何一款远洋主力舰，实力更强。总的来说，别看美国人这次动静闹得不小，一出手就是3艘航母，但对如今的解放军而言，这也不算什么，只能说是一般场面，见怪不怪，完全有能力应对美军任何的上门挑衅及威胁。